警察为了勒索他的钱，把他的绿本给撕了。不仅警察疯了，法官也疯了。今年是我在俄罗斯11年里边最无法理解很多事儿的一年。这个冬天都疯了，真的是不能说呀，说什么来什么。我今天才跟大家吐槽完俄罗斯，然后我从那个火车站出去，我就被警察逮去派出所里面罚款去了，真的太离譜了。有一次我帮一个学弟去找房子，连續5个房東聽到我們是中國人，直接就把電話掛了，說以前租過中國人，房子被搞得很髒、很亂、很差。Паспорт, гражданский. Passport. You see? Да. 태워가지고 뭐 몇 번? 나도 보여줘야 돼? 몰라. Китайс? Кореец. Кореец? Yeah. Кореец? Все, Кореец, давай. Кореец, okay? Казахстан, давай, Кореец, давай. Okay. 야, 한국이가 여권검사 안 한다는데? 吴京，你为什么要騙我？一本中國護照就是通往最安全地區的通行證，這叫中國。曾經看不起我們那些西方國家的一些人們，對不起，他們等着，沒你份兒，中國人優先。吳京這句中國人優先狠狠扇了北京一記耳光。近日，在哈薩克斯坦的國際列車上，列車員專挑中國遊客檢查。那不僅如此呢，在吉爾吉斯斯坦的這個國家呢，更是針對中國公民簽證出現無差別的全部拒簽。10月17號，吉爾吉斯斯坦旅遊中介的老闆透露，當天有600名中國公民的簽證全部被拒。最近呢，在吉國接二連三的發生了一些情況，有不少中國公民出現了違法行為，比如酒後駕駛、打架鬥毆、違反交通規則，以及與執法人員發生衝突等等。因為這些事件呢，吉國政府現在對中國人在吉爾吉斯斯坦的工作和商務活動管理得更加嚴格。又被拒簽了啊，拒簽了600個。我為什麼知道這個數字呢？是因為我們國內的跟我不錯的3個老闆想來到吉爾吉斯斯坦，他們3個人簽證拒簽了。我問了一下子辦簽證的人，我說是什麼原因呢？對吧？這公司已經發邀請函了。我說那是什麼原因呢？他說還能是啥原因？那就是前2天發生的事唄。這個拒簽呢，還只針對咱們中國人，其他國家都沒有任何問題。在你眼裡，你覺得一個，但是事情的真相，你聽完之後一定會覺得活該。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在吉爾吉斯斯坦比什凱克，2個做汽車貿易的中國人，在民宅裡和當地一個姑娘喝酒。結果在晚上的時候，不知道什麼原因，逼得這個姑娘跳樓摔死了。那事情發生之後呢，警察抓了相關的涉事人員。其實早在今年早些時候，也抓了一些在吉爾吉斯以旅遊簽證打工的人。你想想看，發生這種事情的時候，當地人對中國人怎麼看？他們只認為中國人有問題，才不會給你分張三李四王二麻子，更不會區分誰是好人，誰是壞人。本來說我10月31號恢復辦理，中國大使館的公告都發出來了。但這20天，我們的簽證一點動靜都沒有。剛以為能下來吧，又趕上一出突發事故。有些原因大家心裡都懂，簽證是政策，麻煩是自找的。現在辦理簽證的價格水漲船高，大使館公布的最低是60美金，市場價1600人民幣。關鍵是辦不下來也退不了。國外生活不講究套路，講究規矩，遵紀守法，尊重民俗，別吃別人的飯就打別人的碗。我們現在也只能等個好消息。那麼值得注意的是，吉爾吉斯斯坦曾爆出有一個外國人精心偽裝的秘密妓院，該場所表面上是合法經營的婚慶服務店、KTV、酒吧等，但是實際上該組織以各種手段誘導年輕女孩子從事非法活動。不過呢，機構官方並沒有點名是哪國人，但查看本地的社交平台不難發現，多是某些中國人、中國老闆之類的關鍵詞。我們來試想一下，當醉酒鬧事、非法打工、色情場所、商貿案件等全部都與中國人有關的時候呢，西方社會又怎能不歧視中國人呢？所以呢，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吉國用這種拒簽的方式，企圖將中國人攔在門外。即便是北京高喊的老朋友俄羅斯也是不例外。中俄免簽以後，咱們中國男人在俄羅斯更加不受歡迎了。就大家千萬別被表象給騙了。最近我真的實在看不下去了。就中俄免簽一開，咱們中國男人，特別是網上的一些單身漢，就跟打了雞血一樣的，到處刷俄羅斯美女的視頻，評論區全是啥？老婆太漂亮了，等我來娶你。有人還真把自己當成戰鬥民族的香饽饽了。結果呢，被人截圖發到外網上，成了全網的笑話。
是有些照片我真的不想再看第二遍。甚至我觉得跟这些人在一起，同样被他们称作中国人这个群体，都觉得耻辱，都觉得羞耻。真的不要去怪人家老外房东不租房給中國人是歧視中國人，跟種族歧視什麼的一點關係都沒有。人家就覺得中國人髒。一刻我才明白，就是中俄關係看上去很好，政治上是盟友，但生活中在老百姓的相處中，咱們更多是陌生人。能不能真正融入當地的生活，不是靠的中俄關係考的口號，而是靠你自己有沒有對當地的文化一種熱愛。這博主還特別提到，在俄國讓他最難以理解的是呢，中國人坑中國人，而且呢還是往死裡坑。也有學生跟他吐槽說，找中國留學生介紹兼職，結果被拖欠工資，甚至直接將微信拉黑。租中國人轉租的房子，結果房東呢根本就不知情，最後被房東趕出門。感慨地說，連中國人自己都不能完全信任，你怎樣去了解當地人，去建立自己的真正朋友圈呢？那麼還有博主提到呢，2025年是俄羅斯對中國人最不友好的一年，不論是經貿還是學習，都讓他感到不可思議。前兩天我一個朋友在中國市場，他是綠卡身份，警察為了勒索他的錢，把他的綠本給撕了。這個綠本還是我給他辦的。然後他問我咋整，我說我咋整啊？那咱們只能告他吧。沒過幾天給告贏了，法官宣判你勝訴了，但是警察勒索你的10多萬盧布，這個需要核實，你的綠卡身份能還給你，但是你交100萬盧布去補辦。不僅警察瘋了，法官也瘋了，他哪說理？沒有地方說理。這博主還提醒，來俄羅斯留學的中國學生出門在外，一定要把落地簽證的資料準備齊全，小心騙子。一般莫斯科落地簽市場價是3個月15000到2萬盧布。昨天小弟弟在那個友大的校園裡邊上課去呢，然後就被警察攔下來了，要查他的這個身份，還有那個落地簽沒下來了，就被請到警車上了。請到警車上什麼意思？就是你得給馬內了。今年是我在俄羅斯11年裡邊最無法理解很多事兒的一年，這個冬天都瘋了。我說需要罰多少錢的款？會給你開一張7000元的罰單。誰在說俄羅斯人對中國人友好？我跟他急。我們在莫斯科剛剛被出租車司機給騙了，從紅場打車到酒店大概就3公里的樣子。我們看網約車價格是400盧，那個範圍網約車比較難叫，所以我們打了出租車。他告訴我們要打表 ，OK， 然後到了之後收我們5000盧布，不給都不行。而且那個司機一直在問是不是中國人，不知道是不是要確定是中國人才方便去載。所以以後來俄羅斯小心點。咱中國人出國其實並不像吳京演的那樣暢通無阻。我做移民走過了20多個國家，經常在過海關的時候發現，只要是歐美國家的人，別管他是黑人還是白人，都能順利通行。但咱們亞洲人就沒那麼容易，日韓還好很多，主要就是中國、印巴這些非發達國家的人，總被攔下來檢查行李，甚至拉進小黑屋談話。再說中國的那些鐵哥們，尤其是非洲，你都不用出機場，工作人員就攔着你，質問你，把你當小孩去，只有給他錢才放你出去。出去坐車，每過一道關卡，不管你要與虧錢。這博主說，如果是歐美國家的人呢，他們坐在車裡，司機就會一路放行。你把他們當兄弟，他們把你當是提款機。那麼還有中文在其他國家呢，其實並不是很普及的。國外大多數學中文的人都是華人的後代，或者是要來中國掙錢做買賣，甚至是在歐美國家，中文使用率還不如西班牙語與德語。所以呢，他建議中國人要學着多聽多看，禮貌待人。有機會呢，也出來看看外邊的世界。很多時候，中國人都被困在自己小世界裡，只有到了外面，才能相對看清自己真實的樣子。跟你要消費啊？要錢？這個沒有現金，知道吧？都沒有現金。啊？啥？一群中國人在這站成一排，然後有一個老埃及人在這挨個收小費。為什麼回去的時候一個人會收20塊錢？收錢，中國人。都不問問他，你說你收我20是幹啥的？在這種鳥不拉屎的地方，
讓人家排成排起。不要拍，一直問我要小，看他嘴裡一直嚼着口香糖，一副很不得了的樣子。关键他挑中国人弄，来一个中国人弄。他们刚才跟你们要小费了吗？来的时候我们給了他，他還嫌少呢。幾乎每一個中國人在這裡都被打開了箱子，被索要小費。歐洲人沒事，印度人沒事，其他國家的人也沒有事。如今，韓國對中國剛剛開放免簽政策，結果又翻車了。這不禁讓人進一步了解，為什麼中國人出國旅遊經常遭到歧視。12月初的時候，有2個人報了一個20人的團，4天5晚去首爾這一帶去旅行。結果剛到了仁川機場，這2人就消失了，旅行團就慌了，直接就報警。結果韓國出入境管理局就成立了特別的調查小組。最後呢，沒過幾天就把這2人給揪出來了，同時還抓到了幫他藏匿的這些人員。後來了解才知道，這個人家根本就不是去旅遊的，人家就一開始就聯繫了當地的打黑工的渠道。很多國家為什麼不願意對中國免簽？因為總有人想鑽空子。據了解，這2名中國公民10月20號分別在光州、木浦遭到警方逮捕。另外呢，還有6名中國公民搭乘郵輪抵達仁川港口以後呢，非法滯留在韓國打黑工。首爾官方近日先後逮捕5人，1人仍在逃。朝鮮日報也曾報道，有許多中國人在韓國非法經營白牌計程車，在機場攔截中國遊客，收取高額的車費。他們多是透過旅行社預約，警方難以攔截，這使得正規的韓國計程車司機的乘客全部都被搶走。那為什麼中國人甘願冒險違法滯留在國外呢？一名2003年出生的女博士分享了她在韓國的打工經歷。我23年的時候又了解到韓國濟州島服務員這邊，我覺得飯店洗碗1個月就能掙1萬多，那我肯定去啊。在國內我一天洗24個小時的碗，我也不一定能掙夠1萬塊錢。工作還行吧，就是飯店的工作嘛，然後每個月1萬2的工資，我覺得這是我在國內可能努力4、5年我都到不了的工資。幾乎每天都會有小費吧，1個月下來工資也不少，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跟我在國內比的話，跟我自己啥樣半斤八兩我清楚，所以說我能剩多些不能剩多些我自己心裡有數。昨天來了2個上海的小孩在這塊吃飯，東北的在上海工作，他說姐啊太捲了，6點就得起來，10點才下班，一天天累得賊死。所以說一聽那樣的哈，房租還很貴，我就覺得今天我的選擇十分正確。韓國和咱們國內工資咱來對比一下，2025年韓國最低時薪50多塊錢人民幣，算下來呀，最低月薪1萬出頭，這比得上咱們國內普通縣城1年的房租了。2024年平均稅前月薪快1萬6左右，還得扣10%稅。普通打工的1個月也能拿到1萬5到2萬。那麼咱國內呢，2024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每月3400多，城鎮農村差距大，城鎮4500左右，農村才1500多。今年新人了，看看這是什麼？又發工資了哈，好久沒拿錢了，這錢包都給我揉成這個樣子了。看一下花了多少錢哈？當的，看一下，2月份上了8點班，3月份上了7點班。4月份上了20點班，我正常是20號發工資嘛，然後老闆給我發了400萬，覺得還行吧，405萬，你覺得少不少？有分析認為，由於國內經濟壓力、就業情勢嚴峻，以及新制生產力政策下就業市場的變化，可能會有越來越多的民眾選擇出國，甚至是打黑工，而這也直接導致了中國在國際移民風險評估中的信用評分變低，中國人出國也變得越來越難。不僅需要申請簽證，還需要擔保書、邀請信、無犯罪證明等等材料。但是呢，仍會時常被傳出被拒簽。儘管如此，中國民眾也是願意試一試。根據中國管理局4月發布的2025年第一季移民管理工作數據，全國出境人口 1.63 億人次，較去年同期上升了 15.3%。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兒了。請您記得點讚、訂閱、留言，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們。感謝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們下期節目再見。